到20块钱，哈哈，搞定了，而且味道非常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锤。今天呢，教给大家一道简单又好吃的一人食，就是日式炸猪排。其实炸猪排呢，在日本是一道非常家常的菜，而且呢，价格也十分亲民。但是在中国吃日餐啊，反正性价比都不是那么高。哈哈，今天学会这道美味，你就可以在家轻松享受了。好，咱们炸猪排啊，选的肉，可以是梅花肉，也可以是猪里脊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准备了一块梅花肉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成色还是不错的。哎，瞧一瞧，这块肉的厚度大概得有个将近3公分。我们家里边做呢，这肉的厚度3厘米已经是极限了。虽然说炸猪排厚的好吃，但是如果是再厚的话，就只能是先把这个猪排，低温把它做熟，然后再炸了，跟咱们今天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块肉呢，咱们怎么处理？你看，一般梅花肉的边上啊，会有一些肥的。这个呢，其实我去掉了一些。如果您不太喜欢吃肥的，可以都去掉啊。我是留了一点。那么我们用刀呢，要先把就是它带肥带筋的这个地方啊，稍微的给斩一下啊。这样的话，炸的时候呢，不容易变形。大概给个几刀，这个边缘上，我们给它拿一下就行啊，开个几刀。下面再用锤子，松肉锤把它锤一锤啊，主要是让肉的这个肌理纤维呢伸展开，这样后面它的口感更好，更容易入味儿。在这个案板上直接的撒一些盐，一些黑胡椒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肉再放回来，哎，再在上面呢来点黑胡椒和盐，这样呢在这稍微腌制它一会儿啊。好，你们现在看啊，我换上了切熟食的这个菜板，然后还有专门的刀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给炸猪排呢切一点配菜。在日本的话，日式炸猪排一般都是用卷心菜当它的配菜，然后吃的时候呢，可以加一点那个白醋和糖，酸甜口，或者是配一些那个沙拉汁什么的都行啊。这个还是比较考验刀工的，选这个叶子就斜着下刀，这样它的长度正合适。这个卷心菜菜丝稍微长一些，会比较好看。这样最后我们把它抓散，放在一个盘里啊。一会儿我们炸好的猪排就放到上面就行了。好，现在这个肉腌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准备下一步处理。先拿点玉米淀粉啊，我们把肉呢放进去，哎，让这个肉呢铺上一层薄薄的淀粉，别太厚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再拿蛋液来啊，让猪排整个裹上蛋液，等于在鸡蛋里洗个澡。好，下面主角上场，这就是我们的面包蟹哈。这个面包蟹大家是可以买到成品的啊，不用自己做。把这个猪排呢放到面包蟹里啊，让它浑身上下啊都均匀的裹上这个面包蟹，一定要裹满啊。这个过程呢，稍微的仔细一点，面包蟹多一点才好吃啊。我们要让每个角落都能裹得上，包括它的侧面。好，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下一步我们就下油锅炸猪排了。我们用的是玉米油或者是稻米油，大家千万不要用豆油或者花生油这一类的啊，因为它的味儿有点冲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再开火，火呢先改小火啊。我们要在凉油的时候就把猪排放进去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冷油法。现在是小火啊，家人们。现在呢，这个油温是小火一点一点上来的。那目前的油温大概在140度，我们保持这个温度再炸个5到7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它捞出来。油温升到170度到180度，再做一次复炸，时间大概是40秒到1分钟。这么样。
哒哒哒，炸猪排啊，准备吃了啊！哎呀，看，哇，这个酱料的味道已经开始窜我鼻子里边去了。听见这个声儿了吗，家人们？跟我有一集吃干炸丸的那感觉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猪肉啊，炸的是外焦里嫩。哎呀，这个梅花肉是最好的，肥瘦相间，所以口感特别棒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么一块炸猪排，如果你外面吃的话，大概成本得多少呢？最起码得奔着100块钱。我在家里做呢，其实成本不到20块钱，哈哈，搞定了，而且味道非常好。主要呢是看一个火候。今天我们用的是冷油法，凉油的时候把猪排下进去，然后再小火一直让它的温度升上来，这个过程肉本身也熟了，最后呢再用高温呢，让外面的这个面包屑更加的酥脆啊。油炸呢本身是可以锁住肉的水分的，所以你们刚才看到了吧，这个肉啊汁水特别好。所谓的日式炸猪排，其实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日餐里面的很多的酱料啊比较浓郁，而且带有香甜味儿，配这个肉很好。这个酱料呢，大家在网上是可以买到的。当然你们也可以蘸番茄沙司啊，或者是蜂蜜芥末酱啊、蛋黄酱啊都可以啊。还有我们上海的那种辣酱油，但是上海的炸猪排呢比较薄一点。我们在家呢，如果你自己驾驭不了，就别炸这么厚的。这个面包屑呢，一定要买那个金黄颜色的哈。好。今天呢，我这个就不能尝太多了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家闺女的晚饭啊。那咱们这集就到这儿了，好吗？下集再见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